最近我在江毅咨询创始人梁将军的公众号里读到一个新消费公司的品牌策略分享，觉得挺别开生面。这个新消费品牌名叫 Great Coffee，2022年才成立，是做线下连锁精品咖啡的，核心卖点是做全系单一产地咖啡，也就是使用单一产地的咖啡豆来制作饮品，而不是把各地咖啡豆混合起来，追求口感的持续稳定。2023年消费行业都在唏嘘消费降级大潮，Great Coffee 却在全国一口气开出了30多家门店，还计划在2024年底再把全国门店数量拓展到80至100家。2024年初 Great Coffee 还接到了奢侈品巨头 GUCCI 的主动邀约，在北京三里屯搞联名快闪活动，这多少能说明它受到了品牌宗师的认可。为什么说它的品牌策略别开生面呢？你知道过去1年多消费零售市场的主流声音是消费降级、全面折扣及质性价比。在这个论调里，无论是电商平台还是消费品牌，大多都表现出了面对宏观环境的慌乱，都在顺应这些趋势来求生存。现制奶茶行业已经整体告别30元时代，集体降价回到了10元时代。至于连锁咖啡行业的消费水平，更是被瑞幸、库迪、幸运咖们用优惠券死死锁在了9.9元的天花板之下。顺着势头消费降级有合理性，但看得多了也不免落寞。而 Great Coffee 的分享让我感觉市场上还是有团队有定力，能够沉下心来讨论和制定更独立的商业策略。这种心气儿首先很可贵，其次他研究用户和产品的思路视角也让我很惊喜。时隔好久，终于又看到了漂亮的情绪价值探索案例。Great Coffee 为什么敢在消费降级大潮里去做精品溢价？在这个分享里，他的品牌总监何帆说了这么一段话：内容往往被品牌视作成本而非资产。当你无法正视内容真正的意义，内容自然无法给你生意靠上。用内容去构建品牌叙事，跟用户做深层的价值交换，用户会受到你的感召，主动向你聚拢。Great Coffee 怎么通过经营内容来跟用户交换价值？我征求了他的记录者、商业咨询顾问梁将军的同意，给你讲讲 Great Coffee 分享里的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这个品牌拿出了相当大的精力来做内容。比如他们有一本内刊叫《追山羊》，不是泛泛介绍企业文化，而是真的当时尚杂志来做，放在店里触动用户的。这本内刊从命名和每一期的选题、内容策划，也都是参照精品时尚杂志的编辑流程。内刊为什么叫追山羊？这是借用了咖啡发源地之一的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典故。传说埃塞俄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的羊吃了一种果实后变得异常活泼，到处乱跑。牧羊人去追山羊的过程中，发现了山羊吃的咖啡浆果。这个故事本身好玩，但请你注意， Great Coffee 从中提取的却不是咖啡起源这个关键结论，而是注意到了过程中追山羊这个意象的价值。团队认为追逐本身是人类很好的品质，体现了人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而精品咖啡的目标用户正好非常享受这种比大众更懂的优越感。追山羊是比咖啡源头更有门槛也更有趣的魔鬼细节，用来命名杂志能跟用户构建一种暗语式的默契。这本杂志都做什么内容呢？每年做2类固定的内容。第一类是咖啡产地的故事。Great Coffee 做的不是单一产地咖啡吗？于是要介绍产地文化，通过让顾客对产地产生向往，来构建对产品的向往。第二类是活泼和鬼马的内容，用来体现品牌性格里面的叛逆精神，让顾客觉得我也是这么酷的人，通过对自己的认同来形成对产品的认同。怎么操作呢？比如2024年春季的产地季， Great Coffee 主推的是肯尼亚咖啡，想让中国咖啡用户跟遥远的肯尼亚产生共情与向往。乍一看很难，肯尼亚是个非洲的第3世界国家，普通人对这个国家非常陌生，印象里就是荒漠、暴热、动物迁徙，不太可能有什么向往。即便肯尼亚的咖啡好喝，那也只是好喝而已，上升不到情绪触动。团队转念一想，肯尼亚咖啡豆的甜度很高，甜蜜可以是个情绪点。要是在人文层面找不到呼应，肯尼亚还是大量野生动物的故乡，可以想办法把甜蜜落到动物之间的关系上。于是他们给这一季的主题定名为甜的肯尼亚。怎么传达？把内容落在追山羊那本内刊上，视觉上选了甜甜的玫红作为主色调，选了很多2个动物亲亲贴贴的图片来展现甜的感觉，让用户翻看的时候内心觉得甜蜜和可爱。团队还把内容峰值落在了世界上最后一对北部白犀牛母女的故事。这对北部白犀牛去世之后，这个物种会灭绝。这本是个哀伤的故事，
但当他们相互依偎的时候，当下的时光依然是甜蜜的。这个故事讲完，团队还附上了非洲的斯瓦西西里语里的一句谚语，叫爱能消除苦。今天哪个爱喝咖啡的中产和小资能没点爱与苦的故事呢？这句非洲谚语一说，也触动了咖啡受众的心。玫红色，动物贴贴，爱能消除苦。这套价值表达组合拳一出，消费者对爱与苦的关系认同延伸到了对肯尼亚的认同，再过渡到对肯尼亚咖啡豆的认同。Great Coffee 主推的肯尼亚白托拿铁很快成了明星产品，这是有独特产地属性的咖啡产品的内容打法。那如果要售卖没那么独特的产品品类怎么办呢？2023年圣诞节 Great Coffee 主推黑咖啡，也通过内容实现了对用户情绪的差异化调动。他们在文化圈找到了一个真实故事，有个美国摄影师，终其一生的爱好是在黑色天鹅绒上拍摄雪花的特写照片。他一辈子拍摄了5000多枚小小的雪花，而这些雪花的形状竟然完全没有任何重复。受这个故事启发， Great Coffee 把自己黑咖的营销主题定为黑咖至上，要把黑咖做给不喝奶咖的人。他们把黑咖啡消费者比喻成个性各异的独特雪花，做了雪花冰箱贴当产品赠品，打出了文案是每一个喝黑咖的你是特别的。这顿时让黑咖啡爱好者们觉得这家的黑咖更能识别我的价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 Great Coffee 做内容的一个技巧，把过程而不是结果定义成意义。原产地是结果，追山羊是过程，北部白犀牛会灭绝是结果，此刻依偎的甜蜜是过程，我家的黑咖啡更好是结果，而喝黑咖粉特别是过程。他们还有一个案例也展现了这种过程意识。2024年夏天， Great Coffee 跟高端矿泉水依云做联名活动，选了2个情绪落点，一个叫2个天生就好的东西在一起，言下之意2家都是大自然的高级产物，强强联合。而另一个更有意思，叫不慌不忙。选不慌不忙是因为 Great Coffee 用依云矿泉水来做冷萃咖啡很费时间， Great Coffee 团队就干脆告诉用户，大自然提供的所有好东西都是不慌不忙的，人最好的状态也是不慌不忙。他们又做了一组冰箱贴，写上自然不慌不忙，希望你也是，天分值得等待这类文案来当赠品。你看，冰箱贴被 Great Coffee 当成了心情卡片，在不同营销活动里反复使用。而我想请你注意的是，不慌不忙这个情绪落点有意无意达成了一种抬高用户的效果。在用户的知觉反应里，既然你说大自然里的好东西是不慌不忙的，那反过来可能也成立，我这个普通人不需要达成什么厉害成就，只要在生活过程里做到不慌不忙，就也是独特的、特别的人。这样的抬高显然也起到了效果。Great Coffee 跟依云的联名活动本来是按1个月周期来准备物料的，结果4天就被消费者们抢空了。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 Great Coffee 真是有一群营销高手，但我要跟你讲的 Great Coffee 品牌策略第2个重点，恰恰是反驳这一点的。他们不仅仅把内容能力看作营销能力，而是看作产品能力的一部分。当然，上面这话是我说的，他们自己的表述方式是内容落到产品上，生意才能有效。下一讲我们继续。上一讲我们说 Great Coffee 的内容能力不光是用在营销上，还把它沉淀到了产品里。在他们自己看来，内容落到产品上，生意才能有效。什么意思？ Great Coffee 认为，今天无论互联网品牌还是国际消费大牌，大都觉得品牌等于媒介，品牌等于传播。一想到做品牌，就下意识去想请某某人来代言，去植入综艺、电视剧，去做娱乐化营销或者广告投放。但简单把做品牌理解成媒介和传播，不算把内容沉淀到产品里。比方说，如果 Great Coffee 跟哈利波特 IP 联名，当然能吸引来一波可变现的流量。但这波流量其实是哈利波特粉丝，他对联名产品的好感度不来自 Great Coffee， 买完这一波产品就走了，没法沉淀成 Great Coffee 的品牌和产品的用户。这种内容操作就只能算营销动作，不能算品牌内容。怎么做内容才能算沉淀到了产品上呢？ Great Coffee 的判断标准有3条。首先，这个内容策划能不能跟产品结合上？其次，自己的产品力足不足以接住这么大的营销活动？第三，内容所触动的用户情绪能不能帮品牌形成一个长销的主推产品？这个教训是他们在前面提到那个黑咖啡活动里总结出来的。2023年圣诞节 Great Coffee 说，每一个喝黑咖的你是特别的，还做了一堆不同雪花造型的冰箱贴当黑咖啡的赠品。这个情绪触点吸引来了一大批黑咖啡爱好者。结果黑咖爱好者们来了先选赠品，
根据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再来决定买哪种黑咖啡。这样买来的黑咖啡一喝，马上就产生了质疑：你家黑咖口感怎么跟我习惯的不一样？ Great Coffee 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产品没有承接住营销活动引来的产品预期，于是他没有赶紧补救，告诉用户们：你不要为了选周边而买黑咖，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口味习惯来选黑咖。如果喜欢经典美式的，要买耶加雪菲；如果偏爱酸口感，就买哥斯达黎加黑珍珠；如果喜欢甜黑咖，就买罗马人美式。这样一来，用户从对营销主题的纯上头，回归到了挑选产品的部分理性。哪怕仍然有人是冲着赠品买咖啡，对口感也有了未必匹配的预期。Great Coffee 的危机化解了。后来他们在做爱能消除苦那个肯尼亚产地机营销就吸取了教训，直接把内容跟主推的白脱拿铁做了更确切的对应，选用了更苦的深烘豆，保留咖啡的苦，来呼应爱能消除苦，降低用户的预期违背感。这是所谓的把内容沉淀到产品里。好，既然内容能力是产品能力的一部分，那么第三个重点来了，把团队筛选和训练成内容型组织。我们都经历过招聘时的笔试面试，一般来说，非技术类工种，面试比笔试重要。但 Great Coffee 品牌团队招人的时候却非常看重笔试，会要求求职者写一些固定命题的作业，你可以理解成是命题作文。为什么要求职者写作文呢？两个目的：第一，判断求职者有没有情绪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第二，判断求职者对工作的渴求程度和团队融入能力。解释一下，来找品牌团队求职的人有灵气、文案感染力，这个不难。但很多搞文化和艺术创作的人往往会有严重的拖延症，他们可能是很好的文案撰稿人或设计师，但只适合自由创作，没有办法融入商业公司的工作流。这也能通过他们交作业的积极性来判断。你看，也就是说，Great Coffee 品牌团队是寻找志趣相合、有相似的敏锐感受力的人。这样的人我可太熟悉了。在10多年前，我在传统商业杂志社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们就都是被编辑部这样期待和要求的。Great Coffee 品牌团队为什么喜欢杂志人？因为他在日常推进内容生产的方式就是很杂志化的。你还记得他们那本内刊《追山羊》吗？用做杂志的思路去做所有的营销项目，就是他们的常用操作。这样一个内容团队运作流程并不是固定的，有时是文案同学自发提案，有时则是视觉先行，类似于杂志编辑部的报选题。如果有哪个选题的故事和情绪触点打动了编辑部，编辑部会根据命题作文来倒推，这个选题之下适合推什么产品。如果公司既有的产品清单上没有内容团队想推的产品，产品线还会来跟内容线一起讨论有哪些新产品可以做。确定了内容主题和对应产品之后，内容项目怎么落地呢？到了这里， Great Coffee 推进项目的方式也挺成熟，就2种选项，要么用文案定情绪基调，要么用视觉定情绪基调。这么选是因为 Great Coffee 虽然有实体产品和线下门店空间，但它做内容传播的主要渠道仍然是互联网。在线下，消费者可以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这5感来感知世界，但在线上世界里，味觉、触觉和嗅觉是失效的，用听觉触达消费者的成本又比视觉高太多。于是 Great Coffee 内容团队就把对感官的重视聚焦到了视觉上，也就是图片、配色、风格等等视觉设计。但光重视视觉设计又不行。Great Coffee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认知，他们认为视觉设计能突出品牌的形象，但文本文案能体现品牌的性格。这就像一个人今天是嘻哈风还是中国风，是用穿搭造型来表现的，但一个人今年是志得意满还是怀才不遇，这个月是谦虚还是叛逆，则需要通过语言和行为表达才能看出来。所以同样的，对于一个品牌来说，文案和设计都是品牌的左膀右臂，是品牌的灵魂完整性所在。你看 Great Coffee 已经在有意识地思考品牌人格完整性问题了。品牌人格的完整性当中又有2个讲究。第一，要跟大众能产生广泛共情。关于怎么找有价值的情绪触点， Great Coffee 的品牌总监何帆有个私人方法。他经常跟团队说，有大交集的人类情绪从豆瓣排名前100的电影里面找就行，因为豆瓣排名前100的电影里面一定藏着能跟人类产生非常强烈共情的大情绪，这种大情绪是最能调动大家心智的。第二，品牌人格要素要统一而不是冲突。如果造型嘻哈风，内心听菊风，也没法形成系统魅力。
这是为什么 Great Coffee 推进内容项目时要列出那2个选项，要么文案定调，穿搭造型去配合内心，要么视觉定调，内心活动要配合造型，而不是文案和视觉团队齐头并进，最后再拼凑起来。以上是 Great Coffee 的品牌总监何帆的分享里，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细节。Great Coffee 其实还有另一重身份背景，可能会让你感觉熟悉。它是教培机构猿辅导的母公司看云控股集团在2022年投资设立的独立咖啡品牌。2021年中国教培行业的双减政策落地，这之后互联网教育公司们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转型，消费就是猿辅导的新布局之一。猿辅导的创始人李勇早年是网易门户事业部总裁，在更早之前的2000年代，我刚入行时也有幸在一家传统媒体跟他短暂共事过，听过他短短几次点播就受益匪浅。而 Great Coffee 的主力经营团队同样是李勇的学生。前些年你可能知道一个精品美食电商平台叫 Enjoy， 类似高端版的大众点评，就是凭借精良的内容给大众推荐和售卖精品餐饮的。在过去的3-4年里， Enjoy 原本的生意模式受阻，于是这个团队就借助猿辅导的资本、研发和运营力量转型做了精品咖啡。今天的 Great Coffee每年都会在不同季节到世界各地的知名咖啡产地去寻找源头优质咖啡豆，用产地营销季的概念来在中国市场销售产品。这个思路跟 Enjoy 的精品探店思路也是一脉相承。这个团队做 Great Coffee 时有个愿景，想要提高咖啡受众们对日常咖啡的品味下限，也就是认为中国消费者在被瑞幸们教育出来之后，总会有一群人成长为咖啡的深度用户，打开 Great Coffee 的市场。类似的市场逻辑 Enjoy 验证过，他在上一轮消费大潮里站在大众点评的肩膀上跑了出来。商业参考第1季讲的潮玩行业也验证过。52 Toys 的创始人程威曾经分享过一套叫做721的产能布局策略，指的就是在用 70% 产能承接住当时市场的盲盒风潮后，再划出 20% 和 10% 两道产能，去探索更小众也更高阶的收藏玩具和实验艺术品市场。当然，这都是发生在上一个消费升级时代里的故事。在今天的大环境里， Great Coffee 的咖啡不便宜，在30元价格区间，它能冲破当前咖啡行业卷生卷死的困局，重新挑出一片稳定的情绪溢价市场吗？我个人是非常期待的。毕竟2022年 B 站公布的年度弹幕是优雅2字，这多少意味着无论在怎样的时局环境里，从容之美都是人们内心不曾丢弃的渴望与刚需。而我们前面之所以花了很多篇幅跟你讲创始团队的背景，是想请你意识到 Great Coffee 的创始团队是一群相当理解内容与流量之间转化规律的人。请教你，在过去1年多里，你有没有什么没有删减掉的稳定情绪消费？或者在今天的消费和收入环境里，有什么产品用情绪触点打动过你，让你产生了计划外的消费？期待你的案例。